第1091章夺取。地心珠一般也被称为地心火珠，乃是由大地深处的精粹能量经过无数岁月方才凝聚而成的一种能量珠体。这种珠体之内拥有着极为磅礴的能量，据说炼制一些8品甚至9品丹药时，便是会用到这传说中的地心珠。地心珠这种神奇之物，一般都是深藏大地之内，极难寻到。不过一些火山喷发时，或许会有着深藏地底的地心珠随之被喷射而出。而一般说来，一些人手中的地心珠大半都是由这种方式所得来，而类似萧炎这种亲自在地底深处遇见的，倒是极为稀少。在萧炎见到这地心珠时，心脏也是忍不住地加速了一些跳动。他同样极为明白这地心珠是何等的罕见，而且这地心珠也是炼制地心雷珠的主要材料。地心雷珠并非是丹药，而是一种极为偏门的偏方炼制，所说的便是以一种奇异的炼制之法对地心珠进行淬炼，若是淬炼成功，便是能够炼制出这地心雷珠。这东西不能供人服用，但却拥有着极为恐怖的威力，即便是斗尊强者，若是被这东西正面击中的话，即便是不死都要脱层皮。这地心雷珠的炼制之法，当初萧炎曾经在一次偶然中从药老所留的那些药方中看见过，因为对其威力极为震撼，所以记忆犹深。来到中州后，倒是起过这种念头，但苦于地心珠太过难寻，所以只能将之放在心底。然而却是未曾想到，今日居然会有这等福缘。若是能够得到它的话，倒不失为一种底牌利器。萧炎紧紧地注视着那血红色粘稠能量中的火红珠体，沉吟了片刻，终于是抵不住心头的诱惑。富贵险中求，为了地心珠这等奇物冒一些险，也是值得的。心中闪过这道念头，萧炎也就不再迟疑，灵魂力量攀绕在那团血红色粘稠液体之上。虽然隔着有些距离，但那液体之中所蕴含的狂暴能量，依旧是令得萧炎灵魂力量泛起许些波动。萧炎并未理会灵魂的细微波动，心神紧紧地注视着那枚火红珠体，他在等待最好的出手机会。经过目测，萧炎已明白，这粘稠液体之内的狂暴能量会有着间歇般的强弱，而分辨这种强弱的标志，便是其表面的火光强弱。这团血红粘稠液体隐隐有着光芒涌现，忽明忽暗间，成为了这深不见底的漆黑的眼中唯一的光亮。萧炎的灵魂力量就犹如毒蛇般的盘踞在此，纹丝不动。无形的灵魂力量缓缓蠕动，这般寂静不知道持续了多久。那闪烁不定的粘稠液体表面的火光猛然间降到了一个最暗淡的层次。是，就在这血红液体骤然暗淡时，那盘踞在其上的灵魂力量也是犹如猛扑而出的猎豹般，化为闪电爆射而出。噗！灵魂力量的速度极为恐怖，一息不到的时间便是冲进了血红液体之内，一道细微的扑声响起，灵魂力量直接冲了进去。灵魂力量一接触到粘稠液体，萧炎便是犹如闯进岩浆一般，一股灼热之感不断地对着萧炎灵魂深处侵蚀而去。不过好在萧炎有着异火保护，这种灼热短时间内并未真正的对其灵魂造成什么伤害。这种灼热持续了短短一瞬，萧炎的灵魂力量便是冲到了那地心珠之旁，灵魂力量闪电般的一卷，然后瞬间掉头，疯狂地对着那地眼出口爆射而去。砰！地心珠在萧炎灵魂力量的席卷下，刚刚冲出那片血色粘稠液体，后者便是犹如有所感应般，一股恐怖的狂暴能量化为血色山洪，闪电般的对着那逃窜的灵魂力量暴冲而去。感受到后方传来的那种炽热的狂暴能量，萧炎也是有些头皮发麻。若是在如此狭窄的空间被这股狂暴能量击中的话，恐怕他的这股灵魂当场就得崩溃。当下一咬牙，将速度施展至极致，咻的一声冲向地眼之口。萧炎的速度极快，但其后的那血色山洪却同样不慢，几乎是紧随其后闪掠而来。在这一追一逃间，那上方的洞口处也是出现了许些光亮。见状，萧炎心神一震，速度陡然加快，下一刹瞬间便冲出了狭窄的地眼之中。灵魂力量闪电般的冲出地眼，然后钻进一旁萧炎的眉心中，而那枚地心珠则是被萧炎一把抓在手心。灵魂归体，
萧炎手掌一取，一股吸力暴涌而出，一旁的那漆黑石碑顿时哗啦啦的瞬间移来，然后迅速将那地眼遮掩而下。砰！漆黑石碑刚刚盖在地眼之上，便是猛地狠狠一颤。不过这漆黑石碑似也不是寻常材质，居然是抵御下了下方那狂暴能量的冲击。杀！杀！在石碑抵御住冲击时，周围祭坛上的那众多光束也是突然转移而开，然后尽数覆盖在石碑之上，犹如千斤顶一般，将地眼死死镇压而住。伴随着阳光的相助，石碑的颤抖也是缓缓减弱，片刻后终于是尽数消散而去。一旁早就严阵以待的萧炎见到逐渐安静的石碑，这才彻底的松了一口气，旋即眼露奇异的看了一眼这古老的祭坛，没想到它居然还能起到镇压的作用，当真是凶险。抹了把额头上的冷汗，萧炎苦笑道，先前在那地眼中，如果速度再慢一点的话，恐怕今日别说得到地心珠了，说不定连自己的灵魂都是会遭受不轻的创伤。逐渐平息了一下波荡的心境，萧炎连忙看了一眼一旁的小医仙，在见到他并未被惊扰后，方才轻松一口气，低下头，手掌缓缓摊开，一枚火红的珠体安静地躺于其中。这便是地心珠吗？手掌轻轻地握了握，一股炽热的感觉便是从地心珠中弥漫而出。握着它，萧炎却是惊讶地发现，周遭的火属性能量似乎也是在若有若无地对着他身旁凝聚而来。察觉到周围天地的细微变化，萧炎眼中猛地涌出一股狂喜，这地心珠居然还有吸引周遭火属性能量的奇妙神效，那日后若是修炼的话，岂不是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愧是地心珠，果然玄妙。萧炎把玩着手中的火红珠体，忍不住的有种爱不释手的感觉，这次的收获还真是不小。不过可惜现在还不能轻易揭开石碑，没有了那团粘稠液体的阻碍，地心火苗应该是能够再度出现，制造阳火的速度也是能够快上不少。把玩了片刻，萧炎目光转回石碑，有些惋惜地摇了摇头，他原本还想借这里的阳火将化生火火种培养壮大呢。就在萧炎遗憾叹息间，天际之上一道光束突然倾洒而下，刚好是照射在其手掌中的地心珠上。噗！阳光照耀下，火红的地心珠突然猛地一颤，旋即一道细微的声音响起，一团浓郁的白色火焰猛地自地心火珠之上袅袅涌现。突如其来的变故也是令得萧炎一惊，刚欲条件反射将手中火焰丢开，便是瞥见了这团白色火焰底部处的那枚地心珠，旋即眼神一凝，这是阳火，没有地心火苗怎会有这般变化？萧炎眉头微皱，旋即似是想到什么，拳头猛地砸在手掌上。对了，这地心珠在这些年中不知道吸收了多少地心火苗，如今一与阳光接触，便是有了反应，直接化为阳火的源头。那也就是说，只要这地心珠内能量不消散殆尽，那么便是能够源源不断地制造出阳火。想到此处，饶是以萧炎的镇定，也是不禁有些喜形于色。若真如此的话，那他体内的化生火火种岂不是得到了取之不竭的火焰养料？而他也是能够省去成天奔波寻找种种兽火的时间与精力。这次可真是遇见宝了。萧炎咧了咧嘴，此次得到的地心珠对于他来说可实在是太过实用了。深吸了几口气，令得自己逐渐的平静下来，萧炎看了一眼那依旧盘膝而坐、娇躯纹丝不动的小医仙，在见到后者并没有什么不对劲的情况后，方才微微点头，再度盘腿坐下，开始吸收那由地心珠制造而出的阳火。有了这地心珠，化生火壮大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在接下来的时间中，萧炎几乎将心神尽数投注在了吸收阳火之上。在他这般废寝忘食的炼化下，其体内的化生火也是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壮大。3天时间在修炼中一闪而逝。而当萧炎沉浸在体内化生火迅速增强的快感之中时，那一向以四季如春自诩的邺城之内，却是在某一日逐渐的变得寒冷，甚至在那天空闪细小的雪花，居然也是在无数人目瞪口呆中徐徐飘落而下。望着那飘落满城的雪花，终于是有人猛然察觉了什么，身形跃上高处，然后望向城外，顿时目光呆滞。城外
只见得无数白影正缓缓地从四面八方包围而来，而这些白影的胸口上佩戴着一个相同的徽章，一片冰冷彻骨的娇艳雪花，冰河谷。